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用 A 加壬二酸哈。首先这两个产品哈，它是有类似的功效，当然也有不同的功效。那类似的功效呢，就是它们两个刚开始使用的时候都是需要建立耐受的，对表皮多少都是会有一些刺激的。那当然了，根据浓度不同哈，在这里面没有办法去对比。大家知道它都有刚开始的时候在不耐受的时候都会有一定刺激表皮和促进表皮剥落，让你的这个皮肤生长的这个表皮的这个新陈代谢的速度就会变快，它都会有这样子的功效。但是在扒皮的整个力度上呢，它们是都不如甘醇酸的力度强。当然了，这也是看浓度哈。我就说，就是正常情况下使用甘醇酸和正常情况下使用这两个产品，它们对表皮都会有一些刺激，但是对于表皮的这种更新频率、这个扒皮的速度来讲的话，甘醇酸会更快。那 A 就发了很多视频去讲了，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其实壬二酸我也讲过，但是壬二酸呢，就是有一个功效 A 是没有的，就是它是可以阻止黑色素的生成。那这样子从这一点呢，大家知道它是有一定的所谓的美白或者是去黑的功效。我认为叫美白会更好，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去除已经生成的黑色素。你说它没有办法去除吧，因为它有一些代谢表皮的功效。所以说，如果这个黑色素它只是浮在表皮上，其实用壬二酸呢，它代谢掉表皮了，那这个黑色素也随之去掉了。但是它的这个主要去黑的功效呢，是阻止黑色素的生成。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深层的斑点素在里面并不在表皮上，那你用壬二酸呢，它是没有办法帮你去掉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爆发型的这种长黑色素，也就是说你这个斑点，比如说是晒斑吧，就是刚开始长，或者是痘印哈，刚开始长，虽然说这些东西之后它都会在表皮上，之后早晚都会代谢掉，但是壬二酸呢，它可以让你产生黑色素的可能性会降低可以这样说，就是它会减少你这个黑色素的这个生成的量。但是呢，无法去除已经生成的黑色素，可是呢，它可以加快皮肤的代谢。如果你的黑色素在表皮在加快代谢的过程中就会被剥落下来了。这个3点呢，就是让它成为一个美白的一个非常好的成分。同时呢，它又非常的安全。再一个，它还有起到一定的去炎的效果。其实跟它产生黑色素就是炎症和黑色素它们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哈，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去炎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个去炎的功效呢，它就会让整个的这个愈合的过程会更快。这个快了，愈合的过程越快，你这个炎症损伤的越小，你这个黑色素产生的就越少。这个就是壬二酸的美妙之处哈。是不是壬二酸加 A 类的产品就会1加1大于2哈？我认为是看你怎么样去使用了，或者是你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了。就比如说我自己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用一些壬二酸，这个无可厚非是可以减少你这个紫外线晒皮肤之后会出现这个泛红会出现这种泛黑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认为壬二酸可以放在夏天去使用哈。那秋冬天呢，如果你的皮肤不长痘痘的状况下，其实用 A 就已经足够了。就是这个时候 A 和壬二酸没有必要把它放在一起去用。如果你不放心，这两个东西也不是很贵，你可以掺和着一块去用。但是我认为是没有必要哈。以我自己护肤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能不用就不用，尽量只用对你有效的，此时现在这个 moment 对你有效的成分。那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没有痘痘的问题，脸上没有炎症的问题，没有这个晒太阳的问题，我就不再去选用壬二酸了。这个是我自己用 A 加壬二酸的一个目的。有些姐妹们问我哈，我没有斑点的问题，我也没有痘痘的问题哈，那我只是想让我的皮肤更白净一些。那这个时候壬二酸不用就没有关系，你脸上没有炎症的问题，你就没有产生黑色素的这个原因，你就没有必要去用太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你可以时不时，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去晒太阳，我明白今天要出门一整天，你可以用一点壬二酸。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就是巧用成分，不要什么东西全部都往脸上糊。但是1加1是不是大于2哈？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嘛，对吧？肯定是根据每个人的状况，你什么状况都没有，你只是想起到一个抗老的，起到一个加速你的皮肤代谢的，起到一个让你的皮肤有可能产生胶原蛋白，生成更多的成纤维细胞和胶原蛋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只好好用一个 A 保湿防晒做好就可以了。孕期的姐妹们哈，壬二酸相对来讲的话也是很安全的。你没办法用 A， 但是呢，你又要想让它有一定的去炎有一定的去黑孕期长痘这个时候没办法用 A 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选用壬二酸的。OK，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